10个即将改变世界的新兴技术。今年呢，美国公布了一份长达35页的改变世界科技的报告。该报告呢是在美国过去5年内由政府机构、智囊团、科研机构等发表的32份科技趋势相关研究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提炼而形成。通过对近700项的科技的趋势的综合比对分析呢，最终就明确了10项科技可以改变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第10位呢是自动灭火的飞碟。在2019年呢，澳大利亚的丛林大火燃烧了将近1860万公顷的土地，摧毁了近6000座的建筑物，并造成了近1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针对这些问题呢，无人机消防呢逐渐就成为了下一个消防技术的演进方式。想象活跃的创始人查尔斯·庞巴迪呢就设计了一款外形类似于飞碟的消防无人机。那么这种消防机呢，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灭火方式并不是挂载灭火器，而是使用声波来进行灭火。根据庞巴迪的介绍呢，他们的研究员就发现低频率呢在30到60赫兹之间的声波能够产生适合于灭火的能量。声波可以将可燃物与氧气隔离，从而就消灭一些火势不大的火情。那么这种声波技术很适合处理公园中无人照看的引火产生的火灾威胁，以及在这个高层的建筑中呢，为消防人员开辟小型的灭火通道等等。于是该公司就设计了这款飞碟无人机。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呢，就叫火焰之声。那么这款火焰之声无人机呢，外壳采用了复合材料等轻质材料，是一个直径接近1米、厚度30厘米的饼状的亮黄色圆盘。无人机使用氢燃料电池驱动，4旋翼动力设计，内置了烟雾传感器和热像仪等传感输入设备，用于寻找火源。那么在无人机底部呢，有相应的声波设备，能够释放出一种压力波。这种压力波在空气中传播的时候能够有效地将火焰和空气阻隔开来，实现缺氧阻燃，火呢就自然而然地被熄灭了。那么这种灭火的方式的好处就是无人机不必再挂载灭火器进行工作，省去了需要返航添加灭火器等材料的麻烦。不过其灭火的效率和稳定性呢还需要时间。那么这项技术在未来的消防领域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第9位呢是10年不用充电的电子纸。随着各行各业对于显示屏需求的不断的提升呢，企业呢也生产出了最新型的电子纸，也叫做数码纸。在失去电力后呢，仍然能够保持原有的画面具有一定的记忆能力，具备呢传统纸张的大部分的功能。可是电子纸的这个基材呢，主要是为聚酯类的化合物，表面涂布电路，通过外加电场的变化呢，来控制电路的电子的胶囊移动距离，进行了文字图像的变换。其画面显示的细腻和可视的角度很宽，在阳光下呢，可视效果还很好。但是其一直需要电源是一个问题嘛。于是，在2023年，一家叫做彩虹光电呢，就展出了多款彩色的电子纸产品。其搭载低耗能的新技术在10年内不用插电，可以一直使用，而且可以将其投入到交通、医疗、零售、教育、办公色彩阅读等领域。所以，彩虹光电展出的亮点之一就是无线显示系列，为目前市面上唯一可以自己供电的这种彩色电子纸模组。据了解呢，最新的胆固醇显示器呢，只需要传统的 TFT LCD 的1/80的耗电量。所以彩虹光电结合了可自供电的太阳能模组及电池呢，是现今市面上唯一可以10年不需要插电、不需要更换电池，仍然能够持续使用的产品。该公司目前还投入了28英寸以上的大尺寸的开发，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会有更新的进展。而彩虹光电的董事长就称呢，有光就有无尽的显示，只要有光呢，就能够呈现真实的色彩。在未来呢，我们的工作和家中即使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便利贴呢，都可以实时的接收消息了。真正的电子纸呢，将进入生活，而且呢，都不需要再充电了。那第8位呢，是会自我修复的材料。你能够想象吗？一架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如果它身上出现了破洞的话，它可以自己自行修复。而一辆汽车呢，在被刮伤之后它的车漆呢，也可以自我修复。而铁制品呢，还永远不会出现氧化生锈的情况。手机和电脑、平板的屏幕呢，也不再会一摔就碎了。随着自我修复材料科技的发展呢，上述的一切都将变成可能。自我修复材料呢，是指在物体受损的时候能够自我修复的新型材料，就好像人类的皮肤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一样。目前呢，荷兰戴尔夫特里大学的科学家已经发明了一种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混凝土，也叫做生物混凝土。戴尔夫特大学的微生物教授就说混凝土呢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建筑材料了。
但不管加固多好呢，混凝土最终都会出现裂痕。一旦有水渗入到裂痕当中呢，就会产生腐蚀混凝土中的钢筋，导致建筑坍塌。这些问题的产生呢，都会严重的影响建筑物的稳定性。这就意味着，为了防患于未然呢，要么定期维护，要么就及时更换。但无论怎么做呢，成本都很高。最近呢，研究人员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可以自我进行修复的混凝土。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混凝土的混合物中加入某些细菌，它们是孢子和酵母的提取物。当混凝土出现裂痕的时候呢，神奇的事情便发生了。暴露在氧气中的水中的细菌呢，就开始消耗食物，并大量的繁殖，最终呢就产生出碳酸钙以及石灰石。这些物质就可以自行对裂缝呢进行填充，从而防止裂口继续扩大，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人们甚至根本就看不到最初裂痕的痕迹。修复的小裂痕的整个过程呢，大概需要14天。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呢，这项完美的技术便可以得到普及以及应用了。而第7位呢，旋转太空发射。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初创公司呢，正在研究完全不同于卫星发射的技术。他们将卫星放上一个圆盘腔体之内将其旋转加速到每小时5000多英里的时速呢，射入太空。在摆脱地球引力后呢，然后再点燃火箭引擎，推动卫星进行正确的轨道。这与60多年以来呢，人类发射卫星的技术完全不同。这种发射器呢，采用了旋转发射的理念，基于一台真空封闭环境下的离心机研发。它能够以数倍音速的速度旋转抛射物体，然后将其抛入到高层的大气中。那么该公司计划用一种小型火箭，形状像是一个分立的圆珠笔，内部装置一颗卫星，将其束缚在一个300英尺宽的真空密封室中心的电机上呢进行加速。然后呢，火箭离开舱口并急驶入大气层的上游。机载火箭的发动机呢再启动，将运载飞行器呢推入到正确的轨道。这家成立于7年的公司呢，已经完成了9次的高空试飞了，使用的是缩小版的离心机。如果要将物体送入到轨道呢，需要每小时超过17000英里的速度，而传统的火箭呢，需要数千个复杂的部件。这些部件呢，在飞行的过程中被应用到机械的极限，然后要么就被丢弃，要么就进行昂贵的翻新。而离心机的方式呢，是可以使需要得到的这个巨大能量的所有的组件都保持在地面附近。这是一种更稳定、更固定的方式嘛？这就意味着重工业部门可以重复使用，从而降低了火箭升空的任务的总成本。预计整套设备呢会在几年内全部完成，卫星发射技术将进入全新的篇章。第6位呢是延缓衰老。在麻省理工学院呢，莱昂纳德·瓜伦特博士呢研究就发现虽然没有人能够找到长生不老药，但是科学家发现可以从遗传学和分子学的角度呢分析梳理出细胞衰老的过程。很多影响衰老快慢的基因呢，已经在酵母细胞中、果蝇以及蠕虫内部发现了。科学家已经通过热量控制延长了昆虫、兔子、狗、猫以及猴子的寿命。也就是如果在喂养它们的时候减少30%的热量的摄入，那么就能够将它们的寿命延长30%。瓜伦特博士还发现了 SIR2 基因，那么这个基因有可能释放热量控制的奥秘。而热量控制呢，就被定义为在不引起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减少特定的全部营养摄入，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方法了。它可以延长从酵母到哺乳动物以及各种物种的健康和寿命。根据2018年的一项以人类为实验对象的热量限制实验证明呢，将53名成人的非肥胖的志愿者随机分配为2组，测试组是34人，他们平均减少了15%的热量摄入，那19人呢是正常饮食。2年以后呢，测试各项指标，包括总体新陈代谢和衰老指数。结果就发现这2年间将摄入的热量减少15%的这一批人呢，他们都延缓了衰老以及他们的新陈代谢，并且他们的身体还可以预防与年龄有关的各种疾病，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癌症、糖尿病等等。所以呢，未来人类的寿命延长也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篇章。第5位呢叫人体增强。未来的几年呢，机器人可能会拥有与猫或狗甚至猴子一样的智力。那到那个时候呢，有人会觉得机器人可能很危险，所以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在他们的大脑中植入芯片，这样一旦当他们发生了恶念，就可以立即将他们关闭。但是也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与机器人融合呢？而这正是布鲁克斯的想法。他曾是麻省理工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负责人。他表示呢，从现在开始的30年内我们将能够通过基因改造看到的人类身体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30年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将充满智能机器人，
而且人类无法将自己同它们区分开来，我们也将是机器人。这样的优点就是有一天当你醒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完美，包括有美丽的外表，而且还超级强壮且长生不老。科技呢将带领人类突破人类潜力的极限，甚至是生物的极限。由物联网连接可穿戴设备呢将会把与实时有关的信息直接打入到我们的感官之中。外骨骼与大脑连接的假肢呢将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可以为那些老弱病残呢恢复移动力。装有探测器和嵌入计算机的隐形眼镜，或者可以永久的植入在我们的体内，将会给我们带来可穿墙的听力，以及天然的夜视，以及可以嵌入虚拟和增强现实的系统的能力。未来还有一种抑制药呢，将会扩大我们的思维的能力，改变未来的工作以及学习的方式。这些呢，都将是我们在未来30年内会看到的。第4位呢，叫隐形斗篷。那么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中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魔法道具呢，就是隐形斗篷了。隐形听起来一直都很魔幻，似乎是不存在于现实中的幻想。然而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呢，开发和设计了这种幻想就要成为现实。这种材料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塑料板，不仅非常的轻薄而且还能够弯曲。它通过使目标周围的光线弯曲而变得不可见。当光线穿过表面的时候呢，这种材料背后的物体就会产生反折射，制作出隐形后面物体的死角。用肉眼看起来呢，物体呢就像是从眼前消失了一样。这都要归功于精心设计的狭窄双凸透镜层了。其折射光的方式呢，似乎是在复制背景，最终让其看起来几乎是一致了。除了让物体在眼前消失之外呢，这种材料在红外线、紫外线以及热光谱的探测下都可以有效的隐形目标。既然这样呢，难道这种隐藏材料很快就会投入使用了吗？然而量子隐形呢，并不是完美的。这家公司也很诚实他们承认现在的隐形材料呢还存在缺点，比如要隐藏的物体的距离材料太近或者是太远呢，都无法做到完全隐形的效果。当这种隐形材料的演示视频上传到了网络上之后呢，当时有很多人对其神奇的隐形功能而产生了兴趣，并购买了由这种材料制成的各种隐形物品。由于其名称与量子相关呢，因此有人解释隐形的原理是因为这种材料的表面具有通过量子穿隧效应而制成的纳米级的涂层。所以很快呢，我们将会看到很多隐形的东西了。第3位呢是人和动物交流的能力。在美国的北亚利桑那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动物语言学院的院长康斯洛伯奇科夫就认为呢，人和动物的直接语言的区别只是发展的程度不同，不存在巨大的智慧上的差别。语言的交流能力呢，他花了将近20年研究了草原犬属的语言，先将草原犬属发出的声音录下来，再分析声音中的音调和频率。结果他就发现草原犬属的吠叫以及鸣叫各种式的叫声中，其中有着复杂的语言结构，大约含有上百种词汇。那么这些词字呢，可以提醒伙伴周围是否出现了敌对动物，还能够描述敌对动物的体型的大小、颜色以及速度，还有就是区别它们到底是土狼、是狗还是鸟类。博士就相信呢，其他的动物也可以像草原犬属一样，它们都有使用类似可以解释语言的能力。在美国的杜克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埃里希·贾维斯呢，就通过基因组测试和对比，就发现人类和鸟类呢，本质上具有相同的语言基因。那么这些基因涉及在运动皮质神经元和控制声音产生的肌肉的神经元之间，而形成了连接，所以才会有鹦鹉学舌的现象。而科学家相信在未来几十年呢，通过对动物语言的深入研究呢，人类可以设计出动物语言的翻译器，甚至呢还会有识别动物气味、体温、动作以及脑电图的装置。未来的人类和动物将会相处得更加的和谐融洽。第2位呢是固态电池，充满一次电只需要3分钟。美国国家的航空航天局NASA 从固态结构电池项目就取得了进展。这种电池组比今天普通的用于电动汽车以及大型电子产品的电池更轻便、更安全，性能更好。他们的工作一直是在通过研究固态电池呢在航空应用中的使用呢，来改进电池技术，比如说电动飞机以及先进的空中交通等等。它们与工业标准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呢，固态电池不含液体，而液体会导致过热、起火和长时间失去电荷等有害情况。与标准的锂离子电池相比呢，固态电池可以储存更多的能量，在极端的环境中表现更好。而电池性能的开发呢，是电动飞机的一个关键方面，因为这些电池必须有效的储存为飞机提供动力所需的巨大能量，同时呢保持轻量化，而且呢电池必须以超快速度释放能量，为电动飞机呢提供动力。
在过去的1年里呢，他们成功的将电池的放电量提高了50倍，使研究人员更接近他们为大型汽车提供动力为目标。除了最新型的材料之外呢，美国的宇航局的团队还提供了革命性的电池组装包，这使得他们能够减轻电池的大部分重量，并增加能够更多的储存能量。他们已经证明了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可以达到500瓦时每千克，是现代我们所使用的电动汽车的电池的2倍之多。充满一次电呢，只需要3到5分钟。此外呢，固态电池在发生故障时候还不会起火，并且在损坏的时候仍然能够运行，这使得它们在航空领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且它还可以在锂离子电池2倍的温度下运行，而且不需要那么多的冷却技术，这是未来电动科技的发展方向。第一位呢是量子计算机，它比普通的计算机快1亿倍。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投入量子研发，都想实现量子霸权。那量子计算机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传统的计算机只能代表0或者1中的任意一个数字，对二进制的数学或者是字节的组成的信息进行储存和处理，它们之间互不相关。而量子叠加的原理呢，使得每个量子的比特同时处于比特0或者是比特1的状态，通过这2种状态的叠加实现并行储存和计算，它们比普通的计算机运行就快了1亿倍。比如巨大的运算量可以替我们所有的行业分析出无限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量子计算机对许多的行业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比如它在药物或者是材料开发方面量子计算机凭借着其极高的处理能力，能够通过量子模拟同时审查多份因子、蛋白质以及化学物质，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快速的、更有效的研发药物。那么这些呢是目前的计算机无法实现的。而量子计算机可能还会给金融行业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从更深入的分析到新的更快的交易的可能性。事实上，许多的主要机构都在寻求量子计算机来提高贸易、交易和数据速度。那另一个潜在的领域呢是金融建模了。量子计算机可以极大的改进这一领域。对于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来说呢，意味着更低的处理成本和更快的交易，从而实现双赢。那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呢，量子计算机呢可能加快了新的二氧化碳催化剂的发现，从而确保了二氧化碳有效的回收，并产生有用的气体，如氢气和一氧化碳。那么在信息安全方面呢，量子计算机将有能力突破当今广泛依赖的加密保护信息。很显然呢，量子计算机的问世呢，将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以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呢，推动世界技术的发展。那么好了，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内容，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